是后悬架，这一次大家看不到筷子悬架。秦 Plus 和驱逐舰05 798的底盘长什么样子？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。老规矩，先蹲下来给大家扫一眼这个底盘的平整度，看起来不是特别平整哈。接下来走到这个前面，它下面是有一层塑料的护板的，这个主要也是为了防止泥沙泥水飞溅到机舱里面去，还有就是起到了一部分扰流的作用。因为是塑料的嘛，强度有限，所以有更高强度需求的朋友呢，可以去加装其他金属材质的电机下护板。接下来来到前悬架这边，前悬架采用的是麦弗逊的一个结构，这个是它的下摆臂，采用的是双层冲压的钢制材料，后面的转向节同样也是钢制材料的。刹车卡钳采用的是单活塞的一个浮动式刹车卡钳，然后再往后面走，这里就是它的副车架了。因为新车这个护板我就不给大家拆了，放个图片吧。它是一个双层冲压的非全框式副车架。再往后面走，这里有根这个横杠，它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后面的冷媒管道和高压线束，也能起到一部分加强底盘稳定车身的作用。它是比电池包要低一些的，所以也能一定程度上保护电池。后面就是它的电池包了，55公里版本采用的是 8.3 度的一个电池包，外面有层比较薄的这种铁皮护板，那当然也可以去加装其他金属材质的电池下护板。左边这里就是它的排气管，上面都做了大面积的底盘防锈防腐材料的喷涂，看一下。再来到右边，右边就是它的油路管道和一些线束了，上面也是有大面积的这种底盘装甲的喷涂的。接下来是后悬架，这一次大家看不到筷子悬架，因为它是一个扭力梁的非独立悬架，像一根大扁担一样。减震器呢，采用的是黄铜分离的一个减震器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它的后悬架部分了，给大家拉一个圆脊。再往后面走，就是它的一个油箱了，采用的是铁皮的一个油箱，前面呢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压力阀的东西，所以是高压油箱。然后我发现这个上面它是没有防锈防腐材料喷涂的，这个如果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，可以自己去买底盘装甲，给这个上面给它喷一喷。再从后面蹲下来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底盘。最后总结一下吧，我个人认为，基于它798这样的一个价格，这个底盘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至于开起来怎么样，那每个人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我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评价，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去试乘试驾感受。开过的车主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对这套底盘的看法。关于秦 Plus 更多的参数配置信息，大家也可以打开懂车帝 APP 进行搜索查看。